Hello， 大家好，我是田家博。今年的 MSI 季中冠军赛是在韩国釜山举行，而且采用了独一无二的比赛方式。因为 LPL 赛区的冠军队伍无法去釜山，因此选择让 LPL 的 RNG 战队以线上赛的方式参加本次的比赛，且采用统一延迟。也正是因为这个统一延迟，导致在电竞圈产生了不小的争议。没想到在统一延迟的争议过后， LCK 的一位解说又站出来指责拳头官方在赛场上故意照顾 RNG 战队。 MSI 的赛程是在5月2日正式公布的， RNG 战队是在第4个比赛结束所有小组赛的比赛，具体的安排是在前3个比赛日，也就是10日、11日和12日3天， RNG 每天安排1场比赛。然后在13日的第4个比赛日中， RNG 有3场比赛，小组赛一共有6个比赛日，其中第5个和第6个比赛日中都没有 RNG 战队的比赛。这里提前和大家说一下，第5个和第6个比赛日是周六和周日，周六安排了有大量的 G2 与 EG 比赛，而周日 T1 被安排了3场比赛。这个安排站在观众的角度上觉得是合理的，因为把周六和周日最好的黄金档时间留给了欧美大战和 T1 战队。但没想到的是， LCK 的一位解说对此表示了质疑。他的质疑是认为拳头有意照顾 RNG 提前结束小组赛赛程，对此表示很不满意，觉得很不公平。这位解说表示，只站在 LCK 的立场来说，这个赛程让人不满意，因为去年的 MSI 揭幕战是 DK 打的，按照标准来说 DK 是之前的世界冠军，所以打揭幕战，那么今年应该让 RNG 打揭幕战呀。然后这位解说表示，去年和今年 LPL 的队伍都是最先结束小组赛的，并不是因为去年 RNG 是处在3支队伍的小组才这样的。RNG 今年是在4支战队的小组中，在 B 组最先结束所有的比赛，然后就可以去休息了。但是 LCK 去年和今年都是最后结束小组赛的。这位解说还说， MSI 的赛程安排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因为提前公开的呀，如果是抽签什么的决定赛程，应该公开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赛程，或者安排赛程的一些原则什么的。去年就有令人不舒服的情况了，结果今年还是这样，就觉得很不舒服。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位解说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觉得 LCK 的 T1 最后一个结束小组赛，没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了，很难受，觉得不公平。去年和今年 LPL 都是先结束比赛的，很不合理。然后是赛程安排上，拳头到底是以怎样的规则来制定赛程的，这一点需要公开。简单说一下阿博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首先，我对于这个解说会以赛程为理由来指责拳头故意偏袒 LPL 的这个想法或者言论感到非常费解。拳头作为主办方，他们安排赛程的一个核心思路就是充分照顾到各个赛区的观众。今年 MSI 在韩国举办，让 T1 打揭幕战合理，然后周日黄金档给韩国主场的观众安排有 T1 的3场比赛，同样合理。同样的，如果 MSI 是在中国举办， RNG 被安排在揭幕战也一样合理。在黄金档周日被安排1天3场比赛，站在观众立场会非常喜欢这样的安排。 LCK 解说以休息的立场来说对 T1 不公平，说实话有点矫情了。首先说小组赛的强度一点也不高，如果 T1 打3支外卡队伍都觉得累或者有压力的话，那另说。还有就是历史上的各种赛程安排上，除非有背靠背高强度 BO5 的情况下，你很难说战队休息是一定是好的，战队多打打正赛就一定不好。除此之外， MSI 又公布了最新的赛事改动，那就是改动了秒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 T1 来说却是非常巨大的。这次改动的是秒表在拥有复活甲或者金身之后就无法再购买了。显然这样的改动对于 Faker 来说影响是很大的，擅长用中亚和秒表的他，这样的改动势必会影响 Faker 的击杀率和伤害。而对于 RNG 来说，由于 RNG 很少用双保险的战术，所以相比 T1 来说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这样的改动却让 G2 得了很大的实际优势，派克的实力会变得更强。如果 G2 可以善于利用这一改动，对于整体比赛的把控会更有信心，增加了派克的团战能力。
在对线留人上也有很大的突破。每次的 MSI 都会做出版本的部分改动，所以即使对战队不利，相信 LCK 也早已习惯了 MSI 赛事的规则，应该会提前做出应对。而双秒表在比赛中也会容易出现失误，这就是考验团队能力的时候了。值得一提的是，夺冠热门 T1 以及 RNG 近日在备战 rank 的过程中出现了撞车的情况。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下路 Gala 碰到了小吕布，以及小明碰到 Carriel 的一些表现。Gala 与小吕布在一局排位中相遇， Gala 与蛇蛇组合，小吕布与明组合，结果是这局蛇蛇死了6次，非常惨。明那边的打野还有骚粉， Gala 这边有一位重量级打野 Frigid。 这局职业下路对位，蛇蛇因春季赛登场次数过少，被明和小吕布安排也算比较正常。输的对局中 Gala 的战绩保持的不错，是己方唯一的正战绩。然后再来看明搭配 BRO 战队 ADC 对付 T1 下路的对局，明泰坦怒砍7人头，是打爆了对面的卢娜组合。这场说实话挺让人意外，卢娜组合是以对线著称的，但明显是被明与塞纳给打爆了，估计又是对线期精准神钩拿下。2场撞车明都赢了，接下来还有一局是 Gala 再次撞车明的，只不过这次 Gala 是搭配了冠军辅助刘青松， Gala EZ 配女坦，明这边搭档的是 C9 的 ADC 选手，同时与魏同一边，魏还用了比较罕见的打野艾克发挥出色，对位上又是明赢了。 Gala 和 Crispy 双双阵亡10次，猜测应该是被打野魏针对了。综合3场撞车的排位记录，小明成为暂时的胜者，几场排位表现最为出色。当然这仅限于排位，也仅限于比赛前的一种比较娱乐的分析，但从中也能看得出小明确实实力不俗。 Carriel 之前就狂吹过明，是他认为的第一辅助，想要与小明交换队服。小明也曾给予 Carriel 高度评价。阿伯认为 T1 与 RNG 的比赛，双方辅助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随着比赛的临近，官方也开始整活， LOL 官腿发文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哪名选手将会在本次 MSI 季中赛大放异彩，而网友们的回答都指向了 T1 的一名小将身上。原本以为大家呼声最高的选手或是 T1 的打野 Warner， 或是 T1 的下路双人组，但谁又能料到大家呼声最高的竟然是 T1 的上单宙斯。宙斯这名选手相信大家不会陌生，作为 T1 今年春季赛刚刚加入的小将，宙斯很快伴随 T1 争霸了 LCK 赛区，且他也是继 Newgray 之后被 LCK 赛区公认的赛区第一上单。宙斯虽然是 LCK 赛区公认赛区第一上单，但其实今年 T1 争霸 LCK 赛区，宙斯个人和队友相比较而言并不是那么抢眼。列入 LCK 春季常规赛的 MVP 其实是 T1 辅助 Carriel 摘得，而 LCK 春季季后赛决赛 FMVP 也由 T1 的打野 Warner 摘得。小吕布不用多说，和 Faker 共同扛起 T1 输出大旗，唯独宙斯没有太过抢眼的表现以及荣誉，或许是最不起眼的，往往才是最重要的。宙斯或许才是今年 T1 崛起的关键，加上宙斯也是 T1 队内最年轻的选手之一，宙斯有很大可能会在今年 MSI 季中赛大放异彩，且成就自己的职业生涯。回忆 S10 到如今，貌似国际赛事大放异彩的都是上单选手，列入 S10 的 Newgray 和 Bin，S11 的虎将军、阿乐等等。观众们对此怎么看？你们觉得哪名选手会在本次 MSI 季中赛大放异彩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一起期待此次 MSI。